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武帝天汉元年。嘿，问题马上来了，太初年号才用了4年，怎么就改成天汉了呢？现在难道不应该是太初5年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已经找不出确切的答案了。最有可能的是太初历的颁布重新塑造了汉帝国的国家仪式感，水德改成了土德，正月取代了10月，年号的使用规范也不同了。以前是每6年一个年号，从太初以后每4年一个年号。新问题又来了，改成土德之后，吉祥数字不是5吗？为什么不是每5年一个年号呢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武帝年间是年号的初创期，当事人摸着石头过河，后人面对错综复杂的史料记载，也实在搞不清楚应该如何取舍。总之，太初时代结束了，我们正式进入天汉元年。那么，年号为什么叫天汉呢？按照古人的权威解释，这是因为汉帝国连年遭受旱灾之苦，改元天汉是有祈求上天降雨的意思。天汉就是银河，也叫云汉。诗经大雅有一首《云汉》，古人认为那是周大夫仍书的创作，赞美周薛王虽然遭逢旱灾，但兢兢业业搞政治，终于天降甘霖。天汉这个年号很可能就是这么来的。天汉元年年初，武帝照例出游祭祀，然后面对匈奴新任单于的示好，武帝投桃报李，将另一年扣押的匈奴使臣也放回去了，派苏武为使者护送这些匈奴使臣归国。苏武这位全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外交官，就是这样在一派祥和的气氛当中悄然登场的。按说居低侯单于高调服软，自降一辈，又积极示好，还放还了历年积压的汉使，那么苏武这一程就应该是顺风顺水的，从此你好我好大家好。但并没有，居低侯单于对武帝服软是一副面孔，接待汉使却是另一副面孔。道理其实不难理解，居低侯单于如果真的心甘情愿做武帝的子婿，就注定会被族人唾弃，保不住单于的头衔。这就是说就算他真心实意的想跟汉帝国和解，想对苏武使团盛情相待，也不可能做得到。大约在苏武的心里，这次出使匈奴，单于一定好言好语，从此汉匈亲善。但并没有，单于竟然态度倨傲。按说就算单于再怎么倨傲，只不过是在族人面前争个脸面，不算多大的事儿。偏偏苏武误打误撞地被卷入了匈奴内部的一场政变，被单于扣押起来。单于钦佩苏武的气节，想方设法的施大归降，但始终是无济于事。苏武牧羊的故事，咱们从小就听，我就不啰嗦展开了。同一年里，不重要的事情可以一语带过，诸如天降白毛、夏天发生旱情、征发罪犯、屯戍母原郡、济南奈守王钦调任御史大夫。和前文相关的是，先前被匈奴俘虏的汉将赵破奴从匈奴逃往归来了。真所谓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赵破奴的归来未必是好事，苏武被扣押也未必是坏事，因为这些年里武帝真的疯了。天寒2年年初，武帝照例巡游，到了夏季天可怜见，竟然真的开始北伐匈奴了。这一次北伐照旧以李广利为统帅，率3万骑兵北出酒泉。李广利真的是打顺了手，取得了斩杀俘虏万余人的辉煌战绩。但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。匈奴援兵抵达，将李广利军团团团没住。李广利正在无计可施之际，下级军官赵充国只带着敢死队100多人，动摇了匈奴的阵脚，让主力部队顺利突围。这是名将赵充国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。武帝心心念念要制服匈奴，又派出公孙敖和陆伯德2路大军分进合击，但并没有任何斩获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李广的孙儿李陵毅然请缨，说自己可以不用战马，不用大军，只用5000步兵就可以踏平匈奴王庭。站在武帝的角度，
当然巴不得所有的军人乃至普通百姓都能有这样的勇气和觉悟。但是，如果批准了李陵的军事计划，就意味着像陆伯德这样的高级军官都要降格以求，跟李陵打配合，这种伤自尊的事情，谁会愿意呢？李陵的出征就这样从一开始就笼上了阴霾。在《史记》的记载里，李陵孤军深入和占到压倒性优势的匈奴骑兵互有胜负，终于因为寡不敌众，加之突围不利，只要稍稍坚持一下，再有100余里就可以退归边寨了。但终于失利了，李陵投降匈奴。李陵所部只有400多人逃回了汉帝国境内。在武帝的心思里，李陵就算战败也无所谓，只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就好，胜负不重要。唯独不能原谅的是，李陵竟然投降了匈奴。李陵的投降致使朝堂之上群情激愤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偏偏司马迁挺身而出为李陵说话，说李陵素来有国士之风，这一回以5000人对抗匈奴数万强敌，把匈奴打到了救死扶伤不暇的程度，来不及救援战友，照顾伤员，迫使匈奴倾尽举国的力量发动围攻。整语救死扶伤就是这么来的。李陵以一支孤军在匈奴境内转战千里，在绝境当中依然能得到部下效死力，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了。既然如此，李陵最后为什么会投降呢？司马迁再次为李陵做辩护，说李陵之所以投降，一定是因为别有所图，只为了保全可用之躯，等待恰当的时机。司马迁重点陈述李陵的战绩，但问题是，即便司马迁说对了，到底也是错了。因为武帝不会在意李陵将来是不是会看准时机刺杀单于，他看重的仅仅是李陵的投降，让汉帝国颜面尽失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即便后人再如何同情司马迁，也不得不承认司马迁为李陵的投降做辩护，实在是不知轻重，咎由自取了。以武帝的脾气，不由分说直接将司马迁下狱，后来司马迁遭受腐刑，就是从这件事来的。看来在司马迁的时代，一名将领投降敌人到底能不能原谅，其实还有余地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忠君死节的意识并没有成为不可触碰的底线。李陵的后半生是在匈奴度过的，和苏武有过交往，双方的往来书信和诗歌唱和都是文学史上的典范，尤其是诗，历朝历代被奉为五言诗的始祖。只不过这些作品难辨真伪，多半出自好事者的假托。杜甫有诗说，李陵苏武是无事，一点都不会忌讳。唐代诗僧皎然夸赞李陵、苏武不但创造了五言诗，而且天与其性，发言自高。因为天资太高，所以作品极好。杜甫和皎然的看法在唐朝人里很有代表性，并不因为李陵做了投降派，就连人带作品一道嗤之以鼻。然而等到宋末元初，芒天下的危机来了，投降派一个比一个跪得利落，人们再看李陵，心态就不一样了。著名的大宋遗民郑思孝有时说，最后爱歌诸葛表，生来耻读李陵诗。这里的诸葛表指的是诸葛亮的出师表，那诸葛表反衬李陵诗，尤其显得李陵人品太卑劣，连诗都没了美感。郑思想还有更挖苦的是，汉使公卿周勃少，何良朋友李陵多。前一句用周勃安刘的典故，这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。在诗人眼里，能够像周勃一样拨乱反正的高官找不出来了，反而在敌人的阵营里边，到处都是变了节的故交。他们还舔着脸像当年李陵劝说苏武一样，劝自己加入他们，真是情何以堪。当然，努力去拨乱反正的高官也是有的，最著名的就是文天祥，而他更有资格骂李陵。李陵罪在偷生日，苏武攻城未死时。李陵的投降，不论是不是真如司马迁所说，留着有用之躯等机会立功，反正就是不对。话说回来，盘点武帝天汉2年的汉匈之战，李广利以3万骑兵出酒泉，先胜后败，
军队折损大约2/3。公孙敖与陆伯德分进合击打配合，结果白跑一趟。李陵以5000人深入匈奴腹地，杀上万余人，但最后本人投降，军队几乎全军覆没，只逃回来400人。汉与匈奴的力量对比悄悄发生了变化，一方面匈奴逐渐恢复了生机，一方面汉帝国有点盛极而衰，打不动了。从此以后，武帝这边担纲战匈奴的人物就是2世将军李广利了，而李广利的时代再也不复卫青、霍去病时代的雄风，汉军开始败多胜少。那么武帝有没有反省自己的失策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